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冰女，这次我们采用反面教材。这把是水友玩的，我去下路玩 AD 了。我们用这些素材来看一看，当冰女在中路不会玩的情况下，打野和其他路有多难受。首先这个冰女开局出门装小黄书，一看就是没有看过我视频和直播的。我几乎每天都在重复，上车玩冰女一定要3绿加红水晶出门。他是一天都没看过我直播呀，但是他却能抢上车位，这就很离谱，你知道吗？不看我直播怎么抢的车位呀？首先为什么冰女我建议红水晶出门呢？因为冰女自从被削之后，她几乎没有单杀能力了。你出红水晶还能靠坦度多 A 几下，就是前期能被你单杀的人，你哪怕出长剑都能杀。但是你真遇到会玩的小黄书出门，你符文不带3绿的话，你前期压力特别大，你会被打得没有状态，导致你不得不一直回家。最后打野来帮你呢，你不在线上。所以我要求玩冰女不需要你多厉害，首先就是能稳住线上。他这把就是符文不带3绿，出门不出红水晶，导致他一直回家，还得大招保自己，就会让盲僧的节奏很难受。来帮你抓把你没大，状态也没有，还一直回家，间接的带帮打野。所以玩冰女要记得3绿加红水晶。你看这边男刀抓我们下路，被我和辅助2打3杀了2个。所以这一局开局的话很明朗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一个队伍里中野才是主心骨。这2个位置哪怕不能 C， 最起码能中规中矩。如果有一个人不会玩的话，你这把注定是逆风。你像这一波，他不看地图，小地图盲僧刷到鸟了，他竟然主动把一技能用了，用就用了呗，你可以闪现带动啊。他这一步就是完全没有看小地图，无视打野。这个时候他看到了，已经晚了，然后反手还被炸一下，差点死了。他成功帮炸弹人化解了必死的局。就这个时间段，一个冰女只需要冻住了有盲僧，我不知道这个炸弹人怎么活，但他就是这样不看地图，先把技能用了。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打野要来，这还是在盲僧发信号的情况下。所以你们玩冰女这一点要注意了，不要过分注重于自己，知道吧？冰女是辅助打野的，她前中期就是个工具人。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好了，不做时光杖，看到了没？吃2个技能就残血，还得交大保自己。你一个冰女中路没有大招，前中期打野怎么帮你抓？本来对面中单这一把必炸的，愣是被他给盘活了。你们说这是会玩吗？如果说我直播的时候没有说来个会玩的冰女，你上来不会玩还可以理解。但是每次我拉人都是对吧？我先说来个会玩的冰女，然后上来之后呢，我再确认一遍你会不会玩冰女，得到肯定的回答，我才会开这一把游戏。他上车说他会玩，然后打出了这种效果，你说换了你不生气吗？就这一把下路是优势，打野是优势，他中路只要会支援会动人，把炸弹人限制住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一把怎么输，但就是为了抢车位就骗人，知道吧？我确实是免费带水友，但前提是你得会玩呀，你不能为了抢车位对吧？你就骗人嘛。就只要是免费的我宁愿浪费掉，不让别人抢我就赚了。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心理。就像最近那个大兵不是发那个羽绒服吗？有的人他明明不缺羽绒服，但还是会有人去免费领了之后呢，他转手再卖。就这种行为简直对吧？你可以说我嘴上没素质，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没有素质的行为。这一把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，冰女每一个该踩的坑他全踩了，大招不会给，队友打团他单带，明知难道在这里还先交爪子。冰女的爪子是不能用来赶路的，队友不打架的话可以赶，已经打起来了，你这爪子要留着进场呀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除了那些带老板的，没有人想跟一个完全不会玩游戏的人玩。我带水友我不收你的钱，我只想正常玩个游戏。来几个会玩的，我们开个5排对吧？快乐玩呗。但是非得有几个人就明明一点不会玩，他就硬上车，愣是带着我们几个坐牢。你说谁还想带呀？别人带舰长，人家舰长反而听话，我免费带他吧，他反而不听话。甚至有的更过分上车的时候对吧？我说玩个奥恩冰女可以，然后开了之后呢，主播我手机卡了，自动给我选了个永恩，你说我信吗？你说我信不信？还有我前天那个奥恩的教学，有一个所谓的奥恩大神把我那个奥恩贬得一文不值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奥恩多么强，我只是说了你们上车玩奥恩的话，打出我那个奥恩的效果就可以了。我跟他说吧，他还来劲了，说自己大号至尊王子绝活奥恩，然后我问他要大号，死活不给给了我个小号。你见过谁的小号能打3000场的？你能把自己的大号说成小号，你说你的心里多没底气？就上过一个60星王者，当前大师，峡谷之巅都没打过，不是没打过是不敢打。就这个水平搁评论区高谈阔论，主要是还说自己是至尊王者，关键是至尊王者也不强就他可能想拿这个至尊王者来压我，你知道吗？在他的脑子里就觉得至尊王者很厉害，毕竟他只有一个赛季的60星王者，对他来说那至尊王者确实很高了，很难了。还我赌牌打低分段对，我是打低分段，但是你说的这个什么宗师王者也不见得是高分段呀。我扫号确实都扫大师宗师的，但是我帮水友打晋级赛少打了吗？有些水友打到55星以上或者98星以上，
差个2、3把晋级的时候，上车我没带过吗？我带他们晋级失败过1次吗？什么臭鱼烂虾，上个60星王者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，还你帮别人拉分你就厉害？你是拉分的，但我是带飞的呀。你那个奥恩打1晚上还没我1把杀的多。我承认你的奥恩比我强，因为奥恩这个英雄我一共玩了不到20把，这个赛季我就玩了1把。你拿你玩了600把的英雄啊，跟我一个不玩的英雄比，还不敢承认自己那个号是大号啊，小号。你要是打了300场排位啊，你说小号我倒信，打了3000场啊，小号是吧？我发现这个加星制真是毒瘤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加星制就是策划，对吧？为了满足当初加分制那些上不去王者的人，满足他们的王者梦啊搞的，只要坚持打都能上，所以导致现在杠精贼多啊，靠日活上个至尊啊，上个60星，哎呦我靠，了不得了。尤其是把赌牌的，不是我吹，我如果把赌牌的话，我80胜率王者，因为狗天使那个号他天天给我5牌，他自己平时不打，他80胜率王者，但是我的号我得单排呀，我不能因为没有人赌牌我就不直播了吧？最经典的啊，我5牌78胜率47星，然后单排了2天，嘿，60胜率，给我打的又灰溜溜的赌牌了。所以说像这种啊组牌的60星王者，还只有1个赛季的，没有打过峡谷传说的，你装什么呢？你也配教我玩游戏啊？你嘲讽我菜可以，但最好你真比我强。你要没我强，那我可就狠狠的上压力了。行了，不扯了，这把的话，这个冰女这一波让他守家，他出去给南刀送，导致盲僧被迫回家，正面少个人。虽然正面打赢了，但是南刀回去包了。就这一整波，他只放出2个有用的大招，并且支援一塌糊涂，对线也是烂的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他失误的地方你们一定要注意，这都是很宝贵的教训。我真的是建议啊，一些人少当这个弹幕王者和评论区王者，就看他们的发言，对吧？天不怕地不怕，问就是至尊王者峡谷传说，一上车呢打个大师都费劲。我不是说段子啊，就至今为止我直播了3年，真正能上车带我飞的，能让我安心把打野让给他的只有2个人。你要问，哎，你弹幕里不全大神吗？啊，大神是很多，就是上车之后呢就退化了。你像我带水友打5排，赢了之后呢说我就会虐菜，我去看对面数据，3个最高传说，真的我能带水友啊打赢对面3个传说，说明我的 BP 就是很好的。上单奥恩，中单冰女就是5排的首选。你不想玩工具人英雄可以啊，你是高手吗？打个比方，你得有实力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你真的很强，能带飞的话，可以让给你飞位。你如果没有实力啊，需要别人带你赢的话，就踏踏实实的啊玩工具人，玩工具人不丢人。就那是呢，没有实力还要玩 C 位的，还要玩有操作的。你看这个对位数据，上车之前一定要多练一练，知道吧？